这药是你自己喝，还是孤灌？叶君之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不要！为什么？姐姐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的孩子等不起了。你还真以为你有病？你可知，姑花了整整3年，才将你的身体养成这样。那年中秋宴，若非你先殷殷一步投湖，抢了他的风头，这太子妃的位置本该是他的。你们，茵茵快显怀了，你也该将这个位置还给他了。除掉宋昭仪。姐姐，别怪我。今日投壶拔得头头者，便是太子妃。这是中秋宴。这一世，我成全你俩。投壶比试正式开始。昭仪姐姐可是咱们京城有名的投壶圣手，今日这太子妃之位，非姐姐莫属了。那是自然，人家可是定远妃嫡女。天哪，姐姐，你竟只中了1支箭，还是让我来吧。恭喜定远侯庶女宋兰英6箭全中，拔得头筹。看来姐姐同这太子妃之位没什么缘分啊。这一世我不当这个太子妃，看你们如何算计我。宋家妹妹可真是好准头啊，这手眼配合简直绝了。就是，平日只听说宋家姐姐投壶准头卓绝，没想到妹妹竟然更胜一筹，真是深藏不露啊。叶儿，你上前来。据本宫所知，投壶是你的拿手绝技，你更是名满京城的投壶圣手。今日夺得头传之人，怎会是一介庶女？定是下面的人看差了眼，冒泡。本宫这就下旨，封你做太子妃。皇后娘娘明鉴，连中6箭，拔得头筹之人，却是臣女妹妹宋兰英。臣女不才，今日投壶仅中1箭，实在不敢冒领功劳，还请皇后娘娘下旨，册封臣女妹妹为太子妃。娘娘，老奴查验无误，拔得头筹之人，确为定远侯庶女宋兰英。臣女谢皇后娘娘恩典。宋昭仪，拔得头筹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你？打小就是投壶圣手，这么多年投壶从未有过失误，怎么可能6箭只中1箭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好你个宋昭仪，你竟敢看不上姑！好大的胆子！
殿下，殿下为何不信茵茵夺贵？是不愿娶茵茵吗？既如此，茵茵愿将这太子妃之位让与姐姐。胡说！太子妃之位是你凭真本事挣来的，怎能轻易让与他人？昭义，你可是闻名全京城的投壶圣手，今日这般重要的场合，怎会犯如此低级的失误？启禀皇后娘娘，今日是臣女托大了。臣女平日里逆了普通头发，今日便想试着6箭齐发，却忘了前几日随父亲学习骑射时控秧不稳，不慎扭伤了手腕。今日投壶时忽然旧伤复发，手腕使不上力气，这才失了准头，闹了笑话。但臣女也没想到，妹妹投壶的技艺竟也这般高超。妹妹若是能入东宫，父亲想必也是极其高兴的。什么？你竟还有旧伤？来人，快传太医！启禀皇后娘娘，宋小姐腕骨确曾有错位，导致筋脉受损。平日里看着无碍，可一旦发力过猛，便会酸软使不上力。昭义啊，既是因为你有伤在身才输掉比赛，那这场比试便有失公义，自然是做不得数的。不若等你伤势痊愈了，咱们再另行加试一场，如何？殿下，茵茵还是将太子妃之位让与姐姐吧。茵茵只是一介庶女，身份低微，本就不敢奢求嫁与殿下为正妃。茵茵只盼能常伴殿下身边，哪怕只能做妾，茵茵也是愿意的。茵茵，有姑在，你何须如此委曲求全？母后，此举大大的不妥。今日参赛贵女众多，您怎能因为她宋昭义一人有伤，就推翻整个比赛的结果？若下次比赛另有其他贵女受伤落败，结果岂不是又要作废？如此反反复复，儿臣要到何时才能娶到太子妃？凭什么叫我们大家陪着他一起加手？就是，投壶靠的是真本事，又不是比谁会装可怜。要我说啊，他就是个胡活的，根本担不起这太子妃的尊贵之位。臣女多谢皇后娘娘好意体恤，但加试一场，却恐不能服众。不论原因为何，输了便是输了。臣女愿赌服输，绝无怨言。宋昭义，姑知道你对姑一往情深，暗自倾慕已久。姑也知道你们姐妹俩感情深厚，不好叫你们日后分开。这样吧，大婚那日，你便随茵茵一同入府，做个平妻吧。本宫觉得太子这番提议甚是不错，既全了你们姐妹的深情厚谊，又弥补你今日未能夺冠的遗憾，简直是两全其美。往后啊，就让茵茵只管貌美如花，你呢就只管打理东宫的家宅事务，后院少些争斗，本宫也能省心些。昭义，你放心，本宫可代太子向你承诺，日后他荣登大报，入主中宫之人，一定是你。你意下如何？姐姐爱慕殿下多年，如今终于得了入东宫的机会，心中定是千百个愿意的。能入东宫，那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他难道还敢拒绝不成？不过虽说是平妻，但茵茵你才是堂堂正正的太子妃，这婚礼的规格绝不能越过你。至于他，一抬小轿从侧门抬进东宫便是。请娘娘恕罪，臣女族中有训，绝不可二女同侍一夫。
若娘娘今日执意要逼臣女入东宫为妻，臣女便只有以死明日了。快拦住他！哎呦，你这孩子怎的性子这般刚烈较真？你不愿，本宫还能强逼你入东宫不成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罢了罢了，你快回去歇着吧，好好包扎伤口，可别再做傻事了。你爹娘还在家等着你呢。谢皇后娘娘体恤，臣女告退。有什么用？不仅得不到定远侯半点兵权，还会让太子沦为全京城最大的笑柄。大小姐，请上车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对平妻一事心存怨言，可我连中6箭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殿下又真心待我，我实在不忍看他为难。姐姐，茵茵求你了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等日后入了东宫，你想怎样，茵茵都毫无怨言，便是长家之权，茵茵也愿让与姐姐。你跪他做什么？你是姑的太子妃，今后只有他跪你的份儿。宋昭义，姑与茵茵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姑愿让你以平妻的身份入东宫，已是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更是抬举你们定远侯府了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哦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今后你也休要在茵茵面前摆什么嫡女的架子，否则姑不介意换个人来做这平妻。还有一件事，茵茵毕竟是以太子妃的身份嫁入东宫的，你作为姐姐，也该为她添一份妆。姑听说你手中有一套太后御赐的白玉凤凰头面，便将这套头面送与茵茵吧，就当是为你今日的不识大许赔罪。殿下，您说笑了，臣女可从未答应过要入东宫做这什么劳裙子的平妻。宋昭义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心悦姑，你不嫁姑还能嫁谁？难道你还能终身不嫁不成？那是臣女自己的事，不劳太子殿下费心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不想为我添妆，才故意拿不嫁殿下这种气话来搪塞？我知道我出身低微，不配要姐姐的东西，可殿下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定远侯府好啊。若是大婚之日，让人看见我的嫁妆那般寒酸，指不定外头要怎么在背后耻笑侯府呢。父亲平日里这般疼爱姐姐，将最好的都给了你，姐姐怎能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，将侯府置于此等不义的地步？茵茵说的对，你若有茵茵一半的懂事体贴，姑也不至于觉得将你纳进东宫都是抬举你。宋昭义，姑给你的台阶已经够多了，
你若再不是好的，姑就只能收回这平妻之位了。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姑。是吗？那臣女可真是求之不得。头面我不会给，平妻我也绝不会嫁。妹妹既然口口声声为了侯府着想，就该知道大招的律法。庶女出嫁就是那个寒酸的规格，莫说是嫁太子，你便是嫁给当今圣上，也是那个规格。怎么？难道你要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，让定远侯府为你违背祖制、僭越律法不成？我没有，殿下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够了！阿义，别闹脾气了。你是定远侯嫡女，金尊玉贵，不差这一套头面。便是给了茵茵又何妨？不可能！你既如此迷顽不悟，那这定远侯府的马车便容你不得了。你自己走回府去吧，好好反省反省你的规矩。皇上宽宏大度，想必一定会体谅臣女体弱。臣女这就去求皇上，另派一辆皇家马车送臣女回家。宋昭义，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，何至于惊动父皇？姑突然想起姑的马车就在后面，便不坐用你的马车了。阿义，你来了。母亲，茵茵发誓，茵茵真的无意与姐姐争抢些什么的。可殿下说他心悦茵儿，执意让茵儿来做这太子妃，那是东宫的旨意，茵儿只是个庶女，不得不从啊。茵茵知晓，姐姐心里定是不痛快的。可殿下也当众承诺了，会以平妻之礼迎姐姐入东宫。姐姐又何必连一套头面都不舍得赠与茵茵添妆？姐姐身为定远侯嫡女，金枝玉叶，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，从不缺什么头面。那等物集放在姐这儿，也不过是积灰罢了，还不如赠与茵茵，全当是全了咱们姐妹一场的情分。母亲，茵茵深知自己只是一介庶女，往后便是做了太子妃，也是万万不敢在姐姐面前拿娇的。便是东宫的掌家之权，茵茵也从未肖想过半分。茵茵不过是想占个名分，替姐姐挡一挡外头的风言风语罢了。母亲，茵茵求求你，替茵茵跟姐姐说说好话吧。那套白玉凤凰头面，就当是姐姐疼我，给我添个妆。日后我在东宫站稳了脚跟，也好念着姐姐的好。等姐姐入府，我也绝不叫她在东宫被人欺负了去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你说的这些，母亲都听明白了。你虽只是一介庶女，但如今有大造化，嫁的可是东宫太子。你且回院子安心准备婚事吧。你放心，该你的头面嫁妆，定远侯府一样都不会少了你。我就知道，茵茵就知道，母亲待茵茵最好了。去吧。放肆！还不给我跪下！阿义，
你便是再心软，也不该在中秋宴上故意托把书给宋兰心。她的身份，嫁入皇室都牵强，怎配做太子妃？若是传出去，别人怎么看我们定远侯府？父亲，她当然不配，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什么侯府小姐。你说什么胡言？老爷，阿义没说谎，兰英确实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。当年出征北疆时，我临盆在即，那手脚不干净的稳婆动了歪心思，趁乱抱走阿义，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换进了侯府。这等下作刁奴，竟敢混淆侯府血脉！我昏睡前曾看见阿义后颈有块蝶形胎记，醒来后身边婴儿却干干净净。我暗中查了整整2年，终于在城郊破庙里找到了他。那时那稳婆因欠下高利贷，全家已经被逼得死绝了。阿义，这些年是为父没有保护好你，苦了你了。父亲，女儿不苦，只要能回到父母身边，女儿便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是我心软，抱回了阿义，却没把宋兰心赶走。想着稚子无辜，给了她庶女身份养在侯府，谁知竟养出了一头恩将仇报的白眼狼。此等鸠占鹊巢的恶女，竟还在今日中秋宴上设计害你！老夫这就去把她赶出侯府。父亲息怒，此时赶走他，太子只会以为我们在刻意刁难他心爱的女人，反而会更加记恨侯府，引来皇权打压。那就任由他去东宫作威作福。父亲放心，他既然这么想做太子妃，那我们便送他一程。爬得越高，摔下来才会粉身碎骨。母亲，女儿绝不能入东宫做太子妃，更不能做她的平妻。想必父亲已经听说了今日宴会之事。太子今日能为了宋兰心当众羞辱女儿，若女儿真入了东宫，他明日便会为了那个假千金暗下毒手，要了女儿的命。不仅如此，太子生性贪婪，他要的不仅是宋兰英，更是父亲手中的兵权。若我入局，便是将侯府满门性命交于他手，届时飞鸟尽良弓藏，侯府定会被连累的不得善终。可是阿义，太子当众许下平妻之位，你当众拒婚，等于打了皇家的脸。你可还记得宋家祖训？女儿铭记于心。宋氏祖训：宋家女不可2女共侍一夫，宋家嫡女永不为妾。所以女儿绝不入东宫为平妻。我已经借宋氏祖训以死相逼，拒绝了皇后娘娘。好，不愧是我定远侯的女儿，有骨气。阿义，你今日受大委屈了，放心，母亲早备好了后手。宋兰言那个白眼狼翻不出浪花。侯爷，夫人不好了，皇后娘娘身边的贵嬷嬷来了，传口致说3日后在御花园举办选妃宴，请侯府各位小姐务必到场。选妃宴？太子妃都已经内定是宋兰英了，还选什么妃？这分明是冲着阿义来的。哼，好一个东宫，此番步步紧逼，只怕是铁了心要吞下老夫手里的兵权。阿义，不能再等了，你必须尽快定亲，彻底断了太子的念想。父亲，关于定亲之事，女儿心中已有人选。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，不过是个侯府庶女，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嘘，你小声点，人家现在可是太子殿下心尖尖上的人。姐姐，姐姐坐那么远做什么？是还在生茵茵的气吗？妹妹多虑了，我一向喜极。中秋宴上是不小心抢了姐姐的风头，茵茵今日便当众给姐姐赔个罪。王后姐姐可切莫再因这种小事和茵茵闹脾气了。茵茵敬姐姐一杯，就当是赔罪了。姐姐喝了这杯酒，咱们就还是好姐妹。妹妹这是哪里的话？
咱们姐妹谁嫁入东宫，不都是侯府的荣耀？妹妹既然有这个福气，姐姐替你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跟你置气呢？这杯酒，姐姐可受不起。姐姐，你竟还是不愿原谅我吗？也对，毕竟是我这个做庶妹的抢了姐姐太子妃的位置，姐姐生我的气也是应该的。宋昭义，宋昭义，你技不如人，输了太子妃之位，就该自己识趣。殷里耐着性子屈尊降资给你赔罪，你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殿下言重了，臣女自知才疏学浅，不敢高攀，但臣女确实不胜酒力。好了，都是自家姐妹，在这御花园里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昭义啊，你是定远侯府的嫡女，更是京城世家女子的典范，该识大体才是。喝了这杯赔罪酒，你们姐妹和好如初，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。昭义，你觉得呢？既是皇后娘娘的懿旨，那臣女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臣女喝完了。今日起，茵茵便是太子妃了。姐姐不想祝福茵茵吗？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想做什么。那便恭喜妹妹，终于如愿以偿。娘娘，臣女觉得头有些晕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怪我，竟想着给姐姐赔罪，却忘了姐姐向来不胜酒力了，这可怎么是好？昭义醉了，来人啊，快扶她到偏殿去歇息。姐姐，你就好好睡一觉吧，等你醒来，木已成舟，就什么都晚了。你去熬一碗醒酒汤，待会儿给昭义送去。奴才遵旨。迷魂香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那你便好好享受你给自己准备的大礼吧。宋大小姐，这么巧。阿姨，你还好吗？可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昨夜在军营吃酒，正巧抓到2个东宫的暗探。审问之下，听到他们商议对你不利的计划，我便进宫来看看。堂堂东宫太子，想要拉拢定远侯府，竟用后宫这种暗杀手段，也不嫌丢人。既然他想做局，那我便将计就计。那我可就等着看好戏。阿姨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宋昭义，姑给你的机会已经够多了。你本来能以平妻的身份风风光光的嫁进东宫，可你偏要拿酒。昭义，别怪姑，你今后身败名裂都是你自找的。娘娘，定是老奴看走了眼。宋大小姐可是定远侯嫡女，自幼家规森严，怎会做出秽乱宫廷的丑事？是与不是，本宫亲自去看看，自见分晓。若是有人敢在皇宫内院行此苟且之事，本宫绝不轻饶。
秽乱宫廷！天哪，难道宋昭仪和万南在偏殿？真看不出来，平时装的那么清高，私底下竟如此放荡。把门给本宫撞开！是太子殿下！是太子殿下！母后，母后息怒，儿臣知错。但儿臣与昭义也是两情相悦啊，我等今晚吃多了酒，一时之间情难自禁，才会做出这等糊涂事，求母后成全。混账东西！你若是真心悦他，大可去找皇上求一道赐婚圣旨，何至于在宫中行此下作之事，平白污了皇家的颜面？罢了罢了，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姑娘家的清白也不能毁了，便传本宫懿旨，叫宋昭义7日后与她妹妹宋兰妮一同入东宫吧。就委屈昭义，往后她们姐妹俩在东宫互相扶持，也算是一桩美事。慢着，臣女倒是不知，臣女何时与太子殿下两情相悦了？臣女与殿下无冤无仇，殿下何故要在众人面前如此污蔑臣女的清白？宋昭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这儿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宋昭义，是他害我们才会神志不清，做出此等丑事来。娘娘，你可千万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茵茵被陷害受辱也就罢了，可殿下乃是一国储君，身份何等尊贵，姐姐此般恶毒行径，不将皇室威严放在眼里啊！妹妹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害你，那你倒是给大伙儿解释解释，我一个喝醉了酒的醉鬼，是怎么当着满园贵女和皇后娘娘的面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害你们的？又是怎么把你们两个大活人精准无误的弄到这里？若不是你干的，那你刚才去了哪里？你为何不在偏殿中休息？你肯定做贼心虚跑了。他自是偶遇本将军，同本将军叙旧去了。臣顾燕之见过皇后娘娘，臣奉皇上旨意回京述职。今夜正巧在御花园遇上宋大小姐，臣便陪她在凉亭多坐了一会儿。不料一来这偏殿，竟被卷入这番乌烟瘴气的风波。殿下，这次臣得当殿下是吃醉了酒，不予计较。但下次再乱叫臣未婚妻的名字，臣只能请皇上为臣主持公道。说什么？未婚妻？宋昭义，你怎么可能会是他的未婚妻妾？我不信！太子殿下，失礼了。宋家有训，宋氏嫡女绝不做妾。太子给不起正妻的位分，臣给得起。往后还望殿下自重，莫要再纠缠臣的未婚妻。臣未婚妻身体不适，臣先行告退。宋昭义，故意屈尊降贵许了你平妻之位，你怎能如此贪心？你给姑回来！殿下莫急，姐姐那般爱慕您，怎舍得真的嫁与旁人？许是气不过殿下今晚之事，再故意演戏气您呢。殿下不可乱了阵脚。你说今日是侯府2位小姐一同出嫁呢，只怕这喜事儿啊没那么简单。
宋昭义，姑就知道你心里始终放不下姑，所以才穿着正红嫁衣在这里等姑。既然如此，姑也愿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姑可以将太子妃的正位留给你。但你入府之后，脾气得改改，你得事事听茵茵的，便是东宫的掌家之权，也该交由茵茵打理。太子殿下，您今日来接的是我定远侯府的庶女，我定远侯嫡女的婚事，不劳您一个外人在这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好一个定远侯府，好一个宋昭义，竟敢给姑拿将！真以为姑非你不娶吗？姑倒要看看，今日姑不娶你回东宫，你日后如何收场？姐姐，那妹妹就先走一步了。母亲，同为定远侯府的女儿，为何女儿的嫁妆仅有区区8台？之前答应给女儿打的纯金头面呢？为何我头上顶着的竟是一套如此普通的便宜货？哎呦，堂堂侯府千金嫁入东宫，居然只有8台嫁妆，连普通商户人家都不如啊！庶女就是庶女，还敢跟嫡女攀比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姑早就说过，你该将这套头面赠与茵茵当做赔礼。宋昭义，你明知道姑与茵茵是青梅竹马，怎么就不能懂事点？到底有没有将姑这个太子放在眼里？殿下若是执意要抢，妾身绝不阻拦。但婚礼一过，妾身便要进宫，向太后言明今日经过。若殿下觉得太后不会怪罪，便来取吧。8台嫁妆，1套头面，已是我看在多年情分上做出的最后让步。你既要闹，那今日便将事情的始末都说个清清楚楚。你本就不是侯府血脉。什么？宋兰英不是侯府亲生的，竟是个鸠占鹊巢的。这是你亲生父母的遗物，以及他们的悔过书。这是当年盖了官印的收养契约。当年我怜你父母双亡，不计前嫌将你收养，不成想竟养出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既如此，从今往后，你便安心做你的太子侧妃，定远侯府便当是从未有过你这个女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怎么不是侯府千金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你们在胡说！你们分明是偏心姐姐！你们就是不想落人话柄，才故意给我编造这么个不堪的身份。夫人所言不虚，本官乃户部侍郎，以上种种收养事宜，在户部皆有备案，盖印为证，铁证如山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殿下，您相信依依，依儿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依儿真的是侯府小姐啊，殿下。原来殿下说喜欢茵茵，前提是茵茵是定远侯府的女儿。原来殿下也同他们一样，骨子里从来都没看得起茵茵过。既然如此，那茵茵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茵茵，姑心疼茵茵都来不及，又怎会嫌弃茵茵？殿下，真的？你只管安心嫁入东宫，剩下的事姑替你担着。扶侧妃上小轿。宋昭义，这是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若是再拿奖，那你这身朱红嫁衣可就白穿了。姑告诉你，姑不是非你不可。太子好意，臣女心领了，但臣女的夫君还未到，臣女不能离开。好得很。等定远侯府沦为全京城的笑柄，你可别哭着来求姑娶你。来人，去侯府看看，宋昭义可知错了。若是醒悟，让他连夜来东宫跪地请罪。姑心情尚可，便收她做个侍妾。殿下，宋大小姐今日也成婚了。
姑尚未娶她，她怎敢成婚？嫁与何人？殿下您忘了，今日是宋大小姐与顾彦素的婚期，此刻怕是已然洞房。你说他们成婚是欲擒故纵，说宋昭瑶意在演戏骗姑，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殿下，茵茵真的不知姐姐会假戏真做，茵儿没有骗您。往后你在东宫好自为之。殿下，今夜是你我洞房花烛，您若是走了，茵儿往后在宫中如何立足，如何做人？以你这蠢货，姑彻底错失定远侯兵权，丢了宋昭义背后的免死桃牌，你毁了姑一切。备马，姑要去顾府抢人。殿下万万不可！顾言慈手握重兵，今夜大婚，您身为太子，硬闯臣子的府邸，实属大忌。宋昭义是姑的人，无姑准许，谁准他嫁人？别生怒，谢谢了。宋昭义，你怎敢？他是姑的太子妃，顾彦策，放开他，否则姑取你性命！殿下怕是醉酒迷途，敌是顾府，我身侧之人是陛下亲封的顾府夫人。太子深夜强闯臣服新房，是疯病发作，有病便回东宫医治，休得在此撒野。今日姑就算杀了你，也要带他走，他是姑的。殿下口口声声说他是你的人，可这赐婚圣旨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我顾彦慈的名。父皇赐婚圣旨，你疯了！殿下大可一剑刺下，杀了臣，便无人拦你带走臣妻。只是剑斩圣旨，擅杀朝廷命官，藐视皇权，大逆不道的罪名，你担得起吗？你这储君之位还坐得稳吗？顾元之、宋昭义，你们给姑等着，姑绝不善罢甘休！我们本是青梅竹马，昭义，你为何对姑如此心狠？为何改嫁他？你为何对姑如此心狠？为何改嫁他？你有时明明许诺要嫁与姑，做姑的太子妃，为姑生儿育女，为何只剩姑一人厮守过往？为何只剩姑一人厮守过往？昭义，姑知错了，姑即可休弃宋兰氏，太子妃、皇后之位只留于你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昭义，站住！老实交代，你与宋兰英是何关系？为何要烧毁这些羽箭？小人是宋侧妃陪嫁下人，是娘娘命小人偷偷烧毁羽箭。喝茶！姑查清中秋宴投壶到底有没有问题？还有宋兰溪，她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回殿下，不再彻查，剑壶与羽箭皆已封存，只是剑壶结构似乎有异，但尚未拆验完毕。殿下，剑壶底部确有强磁机关，羽箭尖端掺玄铁，并涂胶所谓，入壶必中。另查侯府，侧妃所言受期皆为伪证，侯府从未苛待。原来全是戏！骗姑！皇姑亲手推开宋昭义，是定远侯兵权，沦为全京城笑话。失去的一切，皆因他而起。宋兰英，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！殿下，茵茵就知道您心里有我。若不是你投壶作弊，假装可怜，昭义怎会嫁给别人？姑怎会痛失兵权？此时浇水作弊，假绅士博同情，你样样卑劣，骗姑至此，你罪该万死！茵茵知错了，茵茵只是太爱您，只想留在您身边，从未想过害您。你所谓的爱，是毁姑婚事，误姑前程，骗姑一生，你令人作呕。殿下住手！茵茵怀了您的骨肉，护犊不食子，您不能杀我！
说什么？茵茵月心迟滞，连日恶心，却有身孕。滚！再给我看见！本宫早言宋兰英性性卑劣，她偏是不听，被几句软语，仅凭假赖蒙蔽。娘娘息怒。如今宋昭义归属顾燕慈，定远侯兵权尽落，他最大的底牌彻底没了，悔之晚矣。再这般糊涂下去，大昭江山迟早败在他手中。殿下脉象枯竭，肾脏枯虚，精气散尽，此生恐再难孕育子嗣。你胡说，这绝不可能，定是你诊脉出错，竟敢拿这般诅咒来欺君！一派胡言！宋兰氏已有身孕，姑怎会决刺？你这容易故意诅咒姑！太子殿下饶命，以全家性命担保，脉象清晰，诊断绝无半分差错。宋兰熙腹中胎儿绝不可能是殿下骨肉。来人，立刻将宋兰熙带过来。殿下，茵茵日日思念您，腹中还有您的骨肉，您切莫抛弃我们。你腹中孩子究竟是谁的？殿下，妾是冤枉的，妾腹中明明是殿下的骨血啊！太医诊断，姑精气枯竭，此生绝无上孕可能。你倒是说说，这孩子从何而来，凭空生出？你分明是受人指使，故意离间我与殿下，真用意安敢坏我名声！回太子殿下，臣以性命担保，诊断绝无半分虚言。臣行医数十载，断不会看错。你骗姑的人数不胜数，身世、头虎、真心全是假的。你以为姑还会信你半句谎言？老实交代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是我没有怀孕，我只是服用假孕药伪装脉象，只为留住殿下，稳固自身地位。来人，将此欺君惑主、谎话连天的人拖下去，即刻杖毙！殿下且慢，我有办法帮您坐稳太子之位，您不能杀我。裴延之将宋兰英打入东宫地牢了，丑闻传遍京城，沦为笑柄。但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今日裴建之暗中私通北疆，意图不轨。备车，即刻回定远侯府。他已走投无路，狗急跳墙，我们必须先发制人。裴彦之绝嗣丑闻败露，储君之位岌岌可危，唯有兵变夺权方能自保。这3处是他私兵花明特北乡密信、军械的藏匿之地。燕子即刻带领平南军精锐，连夜搜查取证。好，明日早朝，老夫当堂揭发其狼子野心，绝不许他祸乱大昭。裴进之，朕待你恩重如山，你身为储君，竟敢勾结外邦，饲养兵马，意图弑君谋反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皆是他人陷害。密使口供统领画押，物证俱全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即日起废黜裴进之太子储君之位，打入宗人府，永世不得出。父皇，您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吧，儿臣也是一时糊涂啊。是宋兰心，都是受了那个女人的蛊惑。无辜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父皇饶命啊！
宋氏蛊惑楚军，祸乱东宫，酿朝局动荡，罪无可恕，奉旨赐毒酒。宋昭义，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是我亲手毁了。宋昭义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回来好不好？你这平南大将军，如今倒成了专职伺候人的仆人了。能伺候夫人和这2个小祖宗，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。对了，宗人府那边传来消息，裴延之疯了，每天在牢里对着墙壁喊你的名字。听说前几日，他硬生生把自己的双眼给哭瞎了。燕慈，你看，今天的阳光真好。是啊，以后每一天都会这么好。